竟然说没有问题，这一看不就是个成年人的肝脏吗？照这个大小推断啊，原本的肝脏至少有1200克。再切小一点不好吗？肝脏切小了还是会长大，切小了没用。话是这么说，这么大放不进去也是没用的呀。别急，看看他后面怎么做。今から肝病変の摘出を始める。はい。接触。这样。肝病変の摘出。今から移植を始める。はい。他现在是要把肝脏放进去了吗？应该是。这是个好办法。啊？这个井上有点意思。啥意思？看到没有？他把移植用的肝旋转了90度。他确实可以利用横膈膜把肝脏放进去，但是肝静脉呢？这完全连不上呀。就是不要按照常规缝合。今から肝臓の下大静脈の縫合を始める。はい。5-0。接触。你看啊，他把静脉十字形交错。哦，明白了啊。吻合的是患者静脉和供肝静脉的一个十字交错点，形成了一个十字循环。哦，这不仅节约了休整肝脏的时间，还考虑到之后肝脏供血的问题，而且同时解决了肝脏长大之后的体积问题。厉害啊！是厉害，但是之后才是重点。手术做了这么长时间，出血才那么一点儿。刚才移植进去的肝脏是冷的，如果这个时候输液的话，身体的温度反而会骤降，而且如果肝脏里有保存液的话，还会引起心脏的骤停。也就是最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时候。ペアンの解除。肝臓に血液を流す。はい。ペアンの解除完了。はい。今の状態は安定しています。哇！金山你好，邓桑，我是金山金介。以前学过一点，多多关照。段医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只是有些担心啊。担心？
担心哪方面？术后出血？你的手术非常干脆，基本上没有多余动作，应该说技术上导致的出血几乎不可能。对于用药方面，我也很注意，出血的几率很低。吻合处你也做得很仔细，胆道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你担心什么？术后感染？也不是。那排气反应？这个是有可能的，但这次活体干预剂使用的是氢体干预剂，排气反应也会相应减弱。血管，你有考虑过血管吗？你应该知道吧？干预剂的血管问题大多是由技术不当导致的。移植肝的血管比较小，再加上肝静脉变异，很有可能造成肝静脉和门静脉血栓。这样导致一般会以为再吻合。但如果不是我技术的问题，术后早期不容易发生。你现在也没法观察出来，只能等到以后发生时，才能进行二度干预治。真的只能是这样吗？不是吗？井上先生、この数日中国人の先生と接触をされてどう思われますか？公開手術は順調に進められると思われますか？私がそこにいれば問題はない。君は公開手術の相手に不満があるのか？ただトン先生のことが心配だ。トン先生はみんなからのお墨付きある。一体何を心配されてるんだ？トンザンと握手をした時、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彼は手に怪我をしていた。あの程度の怪我ならすぐ回復し、日常生活に影響はないだろう。それに一般の医師並みの手術もできる。ただ無虚血性肝移植の場合はそう簡単ではない。夏大夫，夏大夫，夏大夫，天天，哎，天天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有救了！小潘说我们找到救天天的办法了。对，要想降低天天的肺动脉高压，只能直接采取口服的方式。口服？可是口服不能直接进入肺部起效啊。而且肺部和一氧化氮能起着相同效果的药，好像根本不存在吧？当然存在，而且作为医生，我们都应该知道。什么药？西地那非。西地那非？西地那非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自行产生一氧化氮，对肺部有很强的作用。只要适当调整剂量，它会达到和一氧化氮一样的效果。姐夫，要不是你想出办法，我真的……这个办法还真不是我想出来的。我说，这个办法就是这么来的。姐夫，太谢谢你了，天天真的是……你先别急着谢我，现在还有最后一道难关。最后的难关？对。西地那非在治疗儿童肺动脉高压上还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为什么？因为剂量，西林那非在成人身体里使用比较安全，但是在儿童的应用上，如果剂量使用不当，只会增加死亡率。那难道还要在天天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剂量吗？总还是有办法的。我已经拿到了其他医院西林那非的使用数据，小潘呢这几天也记录和采集了天津的数据。只要这2种数据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建立体外数据模型，进行模拟实验。可是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咱们医院的设备恐怕……我当然明白，不过有一个地方可以满足我们所有需求。只不过，这次我们可能得看顾老师一把了。我也呢，这次宝康愿意外界实验室来支持我们对病人的治疗，真的是非常感谢。病人终归是病人嘛。那么关于这个实验室的租赁费，不用。不用。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和日本的医院联合公开手术。啊，所以你是想参与跨院合作研究？通过体外模型建立推动西地那非小儿肺动脉高压的研究，不是很有意义吗？啊，也就是说，我们提供病人，你们提供最尖端的医疗设备，互惠互利。那么，论文的署名权，啊，当然，你们自然是希望自己能放到第一位，这样毕竟对融资有利啊。对于我们同心来说，也没什么大碍啊。你们愿意拿到第一署名权，同心就给你们。毕竟私立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嘛。那同心想要得到什么？数据有了，我用的数据不多呀，这份数据真留下，之前没用的效果。现在药量和体重也是确定了，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每3天要加1次药量，是吧？もしもし。あ、はい。あ、佐藤君。え？今の状況は？血圧が下がっています。冠動脈血栓ではない。門脈血栓でもない。Out of blood。移植肝的血管比较小，再加上肝静脉变异，很有可能造成肝静脉或门静脉血栓。アウトフローブロックだ。一体どうなってんの？井上さん、完璧な手術だったのにな。Outflow block， 什么意思？我们这边叫 HVOO， 肝静脉回流受阻，由门静脉流入的血液不断的送入肝脏，又无法通过下腔静脉流出回流到心脏，在肝脏里不断累积。
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会让肝脏肿大坏损，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心脏。所以井上需要在第一时间来阻断门静脉。門脈を遮断する。はい。虽然这样紧急处理可以阻止血液继续流入肝脏，但是肝臓の腫れを防いで今の状態が続けば肝臓が損傷する。これ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この前の手術は完璧だったじゃないか。上次的手术是很成功。あ、何が言いたい。井上，血液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正常流出肝脏，是因为你使用的成人肝太重了，过度压制住了它的下腔静脉，导致弯曲而形成的阻塞。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先植入支架，把受压和堵塞的静脉撑开，让血液流出来再说。可是为什么井上会把孩子送去介入治疗呢？因为这种一般情况只适用于成人，如果是孩子的话，移植进去的肝脏会在身体里继续生长，时间一久，植入的支架和肝静脉不匹配，最终只会对静脉回流不利。那他是想把植入进去的肝脏先取出来再说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时间来不及。井上先生、どうしますか。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想得到，截断下腔静脉。对呀，只要截断了下腔静脉，在肝前搭桥吻合，血流就通畅了呀。先生、可能静脈の切断はしますか。你疯了吗？可是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不是不做，我不敢。为什么？下腔静脉是下半身血液回流入心脏的必经的血管，如果要是掐断的话，下半身就没法回流了。このままではこの子の命が危ない。ダン先生をオペ室へ。先生、これは大丈夫ですか。先生。手术服。他什么时候进手术室的？ト先生、どうかお願いします。何としても無事手術を完遂を。我是个医生，有人说有一只个君に期待してるぞ。这次的手术风险很高呀。我对子阳有信心。我也是。如果只是因为有失败的可能性，难道就不去做吗？我就是随口一说，没说不救啊。你是打算怎么做？阻断他的下腔静脉。这么做，你能有多大的把握？风险是有，如果不做，他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配合得好，他还有一线生机。你觉得呢？
这位请。血圧が上がってます。肝脏虽然是保住了，但是下半身的血液，你打算怎么办？紧接大小手术。在截断的下腔静脉上搭桥，他是想绕过肝脏吗？确实，这样一来就能解除压力的影响，让下半身的血回流。虽然子昂的手已经痊愈了，动刀是没问题，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做血管采集还有搭桥，可能来不及呀。来得及的，他已经想好怎么办了。这种重度的肝病患儿，就算不通过肝脏，也早已产生替代下腔静脉回流的侧支循环，就算量不大，也足够拖延时间。肠系膜血管采集完毕，现在准备搭桥。この若者は大したものだ。全てにおいて配慮できるだって。谢谢。我就知道他可以的。当然了，不愧是正太师。牛！我必须收回之前说过的话。等一下，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个在南立场可以与我并驾齐驱的合作伙伴。我也要多谢你们的配合。干杯！来。咱们今天这个手术做得真漂亮。可不嘛，井上这么厉害的人，今天都主动过来找你握手呢。稳住啊，这才哪到哪儿。真正意义上的决战是过2天的公开手术。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千万别掉链子。嗯，放心吧，没问题。先生は治せるで言ってたよ。きっと大丈夫。怕什么呆呢？走啊！你问那个孩子啊？嗯。那就是个大麻烦啊。怎么麻烦？你看了就懂了。这是，没错，在胰脏很糟糕的地方长了肿瘤。胰脏要是长得像这样的肿瘤，往往会和胰管产生痉挛现象，导致没有办法完全拆除肿瘤。只不过这个孩子只有轻微的细小部分出现了痉挛，如果不精通影像解读的医生，很难察觉到细微的不同之处。
而有些人察觉到，也会以为医管上凹凸不平的黑色部分是炎症的可能性，这往往就会导致误诊，错误的选择了做切除手术。还好浸润的还不是很严重，但就是因为不是很严重，如果真要做起手术来，就更困难。这个手术的难点在医管。没错，医管中有腐蚀性很强的胰液流通，切开后，刀口会因为胰液的原因很难过愈合，产生遗漏。如果没有发现这边旁边的轻微浸润，擅自把肿瘤给全部切除的话，就会损伤胰管。如果要是发现的话，就只能为了保护胰管的完整性，而留下部分的肿瘤。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都会以失败告终。先生，你怎么看？我也想听听优秀的内科医生的意见。我们可以试着用分子靶向治疗来缩小肿瘤，尝试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浸润的现象。但是如果投药之后没有变小的话，危险会极大。从常规来看，还有另一种选择，切掉一半胰脏，然后和空肠吻合。可是孩子还这么小，切掉这么多胰脏，会有很多术后并发症。ちょっといいか。皆さんにお話があります。你们好。この患者の治療は困難を伴うものであり、オペの成功率も低い。君たちは今後この子に関わら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れ。この子は明日退院することになった。最善は尽くした。那行。保護者が治療方針を変えたんだ。なんとかならないのか。これ以上でき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より効果的な医療に力を注ぐべきです。井上さん、早く切り替えてください。他にも患者は待っているんです。小林事务长，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希望您能和家属沟通，给我们点时间考虑，说不定就有新的转机。分かった。できるだけ連絡を取り合おう。圭太君。こんにちは。これをつけてもらえますか。どうも。はい。こちらは今回の手術の執刀医井上先生と中国から来た東志子先生です。はじめまして。今回私たちが選択した肝移植手術は従来の方式とは違い、熱移植の手術法を取り入れます。一般的な移植は移植に使う肝臓を取り出すと、その肝臓は血液供給がされていないため壊死しやすいんです。そのため冷凍保存をし、それから子供の体内に再移植するんです。冷凍法にはオペ時間に厳しい制限があります。それに冷凍した肝臓を子供の体内に移植し、血液を流せば温度差が生じやすくなり、心臓停止になる確率が高くなります。其实热移植说简单一点，就是把肝脏取出来以后，并不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它冷藏起来，而是持续的供给它血液，让它处在一种活跃的状态。这样一来呢，也可以排除之前冷移植所遭遇到的很多麻烦和缺陷。これは中国で最近開発された手法です。私たちは中国の小児外科の専門家とともにこのオペを行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我再介绍一下，后面你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位王医生啊跟你们对接，包括脏器的保管也是由他负责。健太のこと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迷惑かけ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調子はどう？良くなった。これは何？クラスのみんなか
からもらった。ケンジ君ね。うん。人気者だよね。こんなにたくさん言葉もらって。一緒に卒業する約束したよ。お姉ちゃん、僕退院できる？もちろん一緒に頑張ろう。はい。約束。慢点啊！来，这楼梯，这楼梯啊！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别着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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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还行吗，朋友们？还行。注意点肚子啊！我去趟厕所，一会儿回来帮你啊。疼了，朱老师，疼了。建池出院了，昨天不是说好跟家属沟通的吗？看看再说吧。什么情况？真的就这么出院了？今天一大早就办理出院手续了。我去找小林，昨天说的话都白说了。哎，你去哪儿找啊？你怎么不跟着大敏一起去找啊？如果家属执意出院，小林也没有什么办法。看来你已经开始理解小林了。小林也不容易，要平衡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小林他作为医院的经营管理者，其实他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昨日は家族としっかり相談しましたが、ここに至り具体策もない今、退院すると要求されては我々も仕方ありません。孩子情况怎么样了？哎，昏迷的情况好了一点。是，虽然给孩子用了人工肝，联合治疗他的肝硬化、肝衰，还有肝性脑病，但是还是尽早医治为好啊。怎么了？惦记你家浩克了？我有那么黏他吗？我是在想小坚持呢。能讨论的都讨论完了，啊，接下来大家手术加油吧。后面还有预约的病人吗？没有了。好，去歇会儿。
这么土的口号，一定是说给你听的。别想借名字甩锅啊！真是谁呀？我可不认识。现在开始对活体肝以及捐献者进行肝左叶拆除手术。好。第二手术室的手术已经开始了。代用ベストは始まってます。ちょっと貧血がありますね。急に座ります。谨慎起见，背上吧。はい。大哥。副将拉钩。会不会是我？没问题。接下来准备猪肝。手术开始。镊子，稍后。进。血液阻断。电到。Yes。肝胆转移箱已准备就绪。なるほど。いわゆる熱移植はつまり肝臓を取り出す前に体内の修復システムに肝臓を接続してもともと供給する血液をブロックすると同時に肝臓の代わりに血液を供給するんだ。肝脏穿石。はい。大哥。Yes。今天我继续介绍一下自然养育中的亲子互动游戏，动作模仿适用于1到3岁。这个游戏就是和孩子一起做一些有趣的动作，并且描述出来，
玩动作模仿有助于孩子认识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自我形象，并学会表达。刚开始时，孩子只会模仿动作，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会逐渐理解词汇的含义，并和动作本身联系在一起，直到学会自己表达。游戏步骤：建议孩子尝试新的动作，家长一定要用词汇表达出来，一边做一边说：举起手，放下手，蹲下来，手抱头。试着和孩子一起做动作，比如蹲下，抱着膝盖，把头低下，描述爸爸变成了一个球。仰卧，把脚抬到空中，并描述我现在脚比头高了。一面转圈一面说：妈妈在转圈，好晕呀。当孩子能够更好地控制身体时，就可以增加动作的难度，比如跳跃或单脚站等等。